我们上一次特别讲耶稣基督，他说我们跟随他要付上怎样的代价，他来到这个世界当中带来了什么我们知道说耶稣给我们带来祝福，给我们带来救恩，给我们带来很多好的东西，可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当光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首先要把黑暗破除，所以不破不立。所以耶稣来，他要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挑战，就是罪的挑战，而也正是因为罪的缘故，会带来这样的破碎。这也是耶稣警告我们的，甚至你的家人，你的这个一家五口，对不对妻子跟丈夫，婆婆跟这个儿媳这个父亲跟儿子等等，他讲的这些关系，都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可能会有产生很大的张力。这些都是我们要付上的代价。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有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误解，就是觉得说，你看你说我们跟随主要付上代价，那我想问大家，你如果不跟随主，你要不要付代价？在2年前有一个姐妹，她从她是中国的一个老师，然后因为一个孔子学院的项目来到美国，后来就在美国这个大学里面去教学因着神的恩典，她在那里呢遇到了教会，后来信主了，她也带着她的孩子过来没想到一待了5-6年孩子后面要准备上大学，结果因为这个项目要被关停，所以他也不得不要离开。那有一次我去探访他们教会的时候呢，就跟他聊因为他要离开回到中国当然我不能说这是哪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就那一个华人教会，说了就把他暴露了所以他就说我回去还是想找的教会，因为他去成都，所以我比较熟悉。那他回去之后呢他就后来又跟我联系，他说有件事情他很诧异，他说他的儿子因为就留在，因为这5年的时间上学上高中，后来就上了大学，他儿子就留在这里再继续读书，他就回去了。然后他说他儿子就跟他说妈妈你回去说要小心一点，你要小心一点他妈妈当时就比较诧异，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你这几年这个从中学然后上到马上要上大学，你这些年都在美国待着呢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自我审查的？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我回去会怎么样但他很理解他儿子关心他，因为他本来你想是大学高校的老师，体制内的人，又是被差派到孔子学院，你知道这个项目本来就是要统战你们的，对不对？结果他来了之后呢，不仅没有统战美国人，结果被美国人统战了，信主了。现在回到大学里面呢，回国以后又继续的传福音那这还得了？如果被领导发现了，你还待得下去吗？他肯定要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对不对所以他可以理解他儿子这个担忧。他说你小心一点你要知道你的这个身份，你不要被发现了。所以后来他就问我这个聚会的事情，那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点我说你可以选择不去聚会，你也可以选择去聚会，这个呢是你可以来选的，你要不要去因为他是来到美国信主的，所以根本不知道国内的这个这种情况。但是我说你如果怎么选择，你都要付上代价。如果你选择去教会，你可能会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有可能你会被发现，你的同事或是你的学生肯定把你举报了，你可能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危险，这是你要付上的代价。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不去聚会，那就比较安全，就不会被暴露。但是我说你如果不去聚会，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强调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为什么圣经要告诉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呢？因为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要付上的就是跟神远离的代价，你要付上的是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的代价，你要付上可能是因着恶者的攻击你信心软弱的代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我说这是第一个选择。我说第二个选择，你可以去那个三自教会，或者你选择去那个家庭教会。我说三自教会就是官方教会，我说你去那里呢你低调一点
那你也比较安全，没有什么问题，你也至少在教会里面这个层面你不会受到政府的迫害。但是我告诉你，你这两种选择也要付上代价。如果你去三自教会，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三自教会，我是指讲成都，因为我在那里，我最了解，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几个牧师我都知道。我说你如果去到三自教会，我会告诉你，你就像我上次讲的，你可以很好的保持一个距离，跟主保持距离，跟弟兄姐妹保持距离，说哎呀我就来聚个会我有奉献，我就是周天的新基督徒，这样我的良心也过得去好像我在美国信主了，回去又不聚会，好像说不过去反正我也聚会了，你看我也不参与什么服事我跟主保持一个距离。我说你可以做一个很舒服的基督徒，你在三自教会里面，你就做一个舒舒服服的基督徒。我说但是如果你选择去家庭教会呢，你可能要付上一些代价，可能没有稳定聚会的地方，可能随时会搬迁，可能会受到迫害。但是我说你去到这个，我给你推荐这个教会我说我其他的不能保证，但是有一点，你的信仰可以继续的扎根，你可以继续的认识神所以我就说这个家庭教会也有很多，我给他介绍，有一个比他离得比较近的，有一个离得比他远的。那他就说那我去哪个呢？我又说你有两个选择，离得近的呢，你要付上什么代价呢？反正都去家庭教会了，这个代价都差不多都可能面对外在的逼迫。但这个离得近呢，你至少早上不用起那么早比较方便，而且呢这个就在你学校附近。那个离得比较远的一点呢，我说那个是我推荐的。但是呢你如果去我其他不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你的信仰在这个群体当中一定会扎根。而且呢在那个教会当中有你的同事，我也认识，我可以给你介绍。而且在你们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个老师的团契，我在不仅是教会，还是在你学校里面这个团契，你都可以更好的去建立关系但是离你比较远，那就是你要付上的代价，时间的成本。那我就说那你到底怎么选择后来感谢主，他选择了我推荐那个教会我不是忽悠他，但是因为我了解成都教会的情况，所以我告诉他什么样的情况。那后来呢这个他又跟我联系，我就问他说，我说最近你这个聚会怎么样他说挺好的特别好，他们在学校里面还有这个学习查经。我说太好了，虽然是地下的，别人不知道但是呢很好。然后呢我说有没有受到迫害呢？也没有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假设我们会付上一些代价，跟随主我就这个舍弃那个舍弃，父母也不要，孩子也不要我就要好像就像做和尚一样我什么都抛弃了，出家了。有些时候神其实没有让我们付上那么大的代价耶稣讲了很多要付代价的事情，可是我们其实都没有付上，我们其实过得还是挺舒服的，对不对？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过得还是比较舒适的，这已经是神的恩典可是即便在这样的舒适当中，我们只是假设我们要失去这个舒适跟随主，我们都有点难放下，更何况真实面对你要失去这些呢所以他没有受到逼迫，也很好教会聚会都很不错我也感谢神，我说你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呢，在主的面前都要思考一件事情我说你来跟随主除了你这个你说我私下做个基督徒之外，你的生命怎么有好的见证，怎么可以成长，这个很关键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去那个三自教会我告诉你，你10年20年还是这样，你生命不会有成长虽然很安全，虽然你可以很舒服，但是我告诉你生命没有成长。那如果你说我不 care， 我就不想成长，那么 OK 你就去吧但是如果你想刺激一点，想生命呢成长这个有个坡度，对不对？像坐过山车一样你想你的生命呢被塑造被磨练，那我说你就去这个教会所以你自己来选择。所以信仰是要付上代价。耶稣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到最后的最后，这一段就结束了，就是耶稣讲到我们要悔改
讲到他前面铺垫了那么多，到最后就是这一句话，他讲了2次。他说：“你们若不悔改，就必灭亡。”我们今天要好好看一看耶稣最后这个总结。对于我们跟随主的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还是从3个方面来讲。1到5节，我们来讲耶稣提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若不悔改，就必灭亡。第2个，他讲到这个悔改是跟什么相关？跟结果子相关。我们会提到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最后一个，你看到神最后还有怜悯，还给我们机会，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来结果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那个时候，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的事告诉耶稣。这句话更好的翻译呢，是指有人就是说他们在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呢就流了他们的血，意思就是杀了他们，就在这些人在献祭的时候杀了他们。那有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在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灭亡。”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举了2个例子。耶稣就是说，这个加利利人，他说比众加利利人，包括讲到耶路撒冷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同胞，甚至他们的老乡，就是他们都是一样的人。而这些人，比如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那是在所谓的侍奉神嘛，对吧？包括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因为有圣殿在那里嘛。那这些人，他们受难了，他们被杀，然后其他的人，这些包括跟随耶稣的人，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些人？透过耶稣的回答，我们就能够大概了解，这些人认为就是那些被杀害的人、遭难的人，那个楼倒了，把他们压死了。这些人是什么？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是因为神不喜悦他们，对不对？所以你看，神惩罚他们了，他们灭亡了，对吧？那你看这个耶稣的回答，应该是暗示当时的人对这些受害的人的一个态度。那这种态度是一个怎样的态度？我现在活得好好的，说明什么？说明我没事，不是我的错。我没有罪，神没有惩罚我。你看他们死了，那就是他们犯罪得罪神，是他们的问题。可是耶稣却说什么？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讲了2次。所以耶稣其实在指出他们的自以为义。他们以为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是有义的，他们这个没有灭亡，是因为他们做得好。可是耶稣指出说，不是的，你们如果不悔改，也要如此的灭亡。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们耶稣的这个对话其实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在讲悔改的时候，当我们来讲罪的时候，这个你是要针对谁？耶稣是不是说，你看这些人犯罪，所以比拉多把他们杀了，楼塌了，把他们压死了责怪他们，谴责他们，是不是？然后没有，对不对？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反倒是让这些听众，让当时的人，他们去反思自己，你们自己有没有悔改？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比那些人做得好，你们不要觉得他们死了是因为他们犯罪得罪神，所以他们被惩罚。你们看看你们自己，你们要不要悔改？你们如果不悔改，你们也要如此灭亡。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悔改的时候，不是让我们拿着这个作为一个武器去针对别人，而是要针对自己，看我们自己哪里得罪了神，我们要来悔改。而这个死亡，这个灭亡，并不仅仅是指肉身的死亡和灭亡，在耶稣的这里，它就是一个双重的含义，包括什么？永远的灭亡。这个主题在旧约里面是一致的，待会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举的那个比喻也是跟旧约联系到一起。在旧约里面，你如果看到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过，他说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所以讲到
这里的时候，旧约已经很清楚了，耶稣要按照我们个人的来审判。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悔改的时候，不仅是指向一个群体，说整个以色列要悔改，同时也是个人的。你不要总觉得是我们所以你听这个人认罪的时候，我们当然有这种所谓群体性的我们都得罪神了，我们犯罪，我们认罪，是吧？但是在神那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在神面前有没有认罪？你在神面前，你有没有离开所犯的一切的罪过？然后他说，你要有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他说，你何必死亡呢？何必灭亡呢？那之后以斯结就说，那是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灵，他要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对不对？那就指向耶稣基督要做的工作，就是把真的新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我们所行的这个罪过。如果我们可以的话，耶稣就不用来了。你看整个旧约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以色列没有办法离开他们的罪，罪还使他们这个灭亡了，对不对？所以才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而这个悔改，这个认罪，究竟是在指什么呢？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悔改不是认错。不信主的人也会认错，我做错了，对不起。不信主的人也知道人无完人，也知道我们人都会做错事情，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可那不是认罪。什么是认罪？我在这里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卫他的一个认罪的诗篇，大家都很熟悉他犯了罪以后，他写了一首悔罪的诗，对不对？在这里他特别有提到，我标红出来，他说当然这首诗写的其实很美，也展现出他对罪的一个很深刻的认识。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结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认罪，这里说什么？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犯罪不是说我得罪88，我得罪这个哪个人他说我得罪是得罪谁？唯独得罪了你。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活在神面前。你有没有真的感受到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在得罪神，不是得罪人那么简单？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当年的约瑟还记得我之前讲了我说我们每一个年轻的这个信徒就应该以约瑟为榜样，把他说的那句话当做你的座右铭。当他被这个勾引的时候，让别人要引诱他犯罪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岂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句话应该把它刻下来，放在你的床头。每一次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心里面得罪神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句话说：“我怎能犯这大罪得罪神？”不是得罪法老，不是得罪什么人，不是得罪他的妻子，得罪神。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有这个意识，我们悔改是在神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不是在人的面前当然我们得罪人了，当然我们要去跟人和好认错，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说的悔改不仅只停留在人和人的层面，当你去犯罪的时候，你要意识到你得罪了这位公义圣洁的神，这个后果非常的严重。这也是耶稣说的，你们若不悔改，你们就必灭亡。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跟旧约呢很有联系。我们来看，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找果子都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这里耶稣讲了一个无花果，一个葡萄园，对于旧约的人来说，这是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形象。我告诉你，这个葡萄园是指什么呢？旧约里面指什么？我们来看一看
在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哈，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这是指向以色列人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什么？所以这个葡萄园和无花果，在旧约里面，他们都是很熟悉的，是在指什么？这里面都是在指以色列家，指神的百姓。弟兄姐妹，讲到悔改的时候，很多人有个误解，说那是不信的人，他们刚信主的时候要悔改。所以有些时候你问他说，你上次什么时候悔改？他说我很多10年前悔改的，10年前我信主了，我悔改了。不是的，你看整个旧约，我问大家，整本旧约是在处理外邦人、审判外邦人、审判这些异教呢，还是在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是处理以色列人的问题，不是处理什么巴比伦、亚述，不是处理这些外邦帝国。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新约是不是处理什么罗马皇帝的问题？不是，罗马皇帝那就是一个背景，只提那么几次。新约是在处理神的百姓的问题。耶稣在讲这个你们要悔改的时候，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针对谁讲的？他是对犹太人说的，他是对神的百姓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讲到悔改就是指不信的人，我都已经信主了，我不要讲悔改了。不是的，整本旧约讲到悔改，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耶利米书，对，读了以西结书，都是在针对神的百姓，都是在针对可以说是信神的人。在这里也是一样，这个葡萄园，这个无花果，耶稣举的这个例子是指什么？是指以色列家，不是指外邦，不是指那些拒绝的人、不信的人。你看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如果讲到这个不信的人信主了，他们专门会用一个词，就是归信，我们就英文是 convert 就是他从不信到信嘛，这个叫归信，对不对？以前信偶像，现在信真神。可是讲到神的百姓的时候，他都是要讲什么呢？讲悔改，讲 repent。悔改是什么？就是你调转这个脚步，调转你的方向。你是信拜神，你是这个相信神，可是你得罪了他，你现在需要悔改，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不信神所以耶稣不是说他们不信主，不是说他们不信这个耶和华不信这个旧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你们这些信神的人，你们犯罪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说，这个无花果树在这葡萄园里你就联想到这个是在指什么？结果这个果子这个无花果呢不结果子所以当神说到这个悔改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一个标记。你说我们要悔改是，那怎么叫悔改呢？神怎么看我们是悔改呢？他有个标记，这个标记是什么？就是结果子，对不对？这个是结果子。那这个结果子又指什么呢？什么叫结果子？如果我问你说我们结什么果子，什么叫结果子你会想到什么？对，你一定想到圣灵结的果子，对不对？这个是很好的，你可以想到圣灵所结的果子。你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从基督而来的这种属灵的一个品格，来自于神的这种品格，这种他的慈爱他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我们看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悔改的果子结出来所以保罗也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相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说你悔改了，可是你的果子结出来没有？你说你悔改了，你还撒谎骗人；你说你悔改了，你还对吧？你还非常的骄傲，非常自己，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果子还没结出来那神给我们呢，其实也有恩典，因为这个果子要结出来是要花时间的，对不对？神也没有说马上信了马上就结果子，对不对但是注意但是神忍耐我们是有时间的第一年不结果子忍了，第二年不结果子也忍了，第三年呢神说砍了，那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来了，对不对？这个什么意思？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个3年就是真的3年它只是一个比喻，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悔改，说我们信主了，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一定会结出果子，如果不结果子，就表明什么？之前那个悔改有问题的。
你跟随主，你信靠神，这个生命是有问题的。你如果跟随主，你的生命连于基督，你不可能不结果子。所以这里面结果子，并不仅仅说我带人信主好像结果子，而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像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果子。我们有没有悔改的这种你只是说我错了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一般妻子都很聪明啊，丈夫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错了，他把事情糊弄过去。妻子就很聪明说错哪了，讲清楚错哪了，然后呢，下次还要不要再给我做错？哎，这个才对，是不是？你妻子很聪明，你说我错了，然后呢，你也不改，也不知道错哪了，那你说你错了，那就是你忽悠人，对不对？上帝也是一样的，你说你悔改了啊，你说你知道错了，你要悔改，结果呢，没有任何的转变，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你说你这个悔改是不是真的呢？对不对啊？所以呢，他说我忍了3年，我要把它砍了。可是呢，你知道啊，神还是有恩典。这个管园的就说主啊，今年还留着，虽然已经等了3年，我再给你1年时间。哎，你看神还是有怜悯。他说我给他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啊，所以神好像他在忍耐我们，在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证明我们真的是跟随主的人，我们要结果子。然后还怎么样呢？还掘开土加上粪，这是什么？就表明神呢，他还继续的来栽培我们，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条件啊，让我们有这个继续有这个机会啊，不管是给你服侍也好，给你这些冲突矛盾也好，让你在这个机会当中，你不是说你要磨一磨你的臭脾气吗？你不要练习忍耐这个果子吗？哎，神每次就给你机会，就给你没有忍耐的时候啊，让你练这个忍耐，是吧？给你机会，1年、2年、3年、4年、5年。看看你这个忍耐能不能练出来，啊！如果结了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啊！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这个把它砍了，这在指什么？指审判，啊！耶稣其实他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有讲，这段大家我们都很熟。我觉得这段作为一个总结是很好。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讲到耶稣是真葡萄树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所以你看。我父天父，他来栽培我们，来供应我们，给我们提供机会成长。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结果子的就把它修理干净，啊，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哈，这里注意耶稣讲的怎么样可以结果子。首先第一步，现在你们因我给你们讲的道已经干净了，你看到没有？首先，如果没有神的道来做洁净的工作，来做这个栽培。清理啊，预备把这些，你那个罪就好像是你知道你种菜的时候，那如果有杂草，你不把它清理掉，你杂草啊长得比那个菜还好，是不是？你把它挤住了，你是没办法，你必须我说了不破不立，那些东西你把杂草把它拔出来，那个是很痛的，可是那一步必须要做，那个是什么来做的呢？就是神的道，它来洁净我们，土地预备好了，然后呢，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自己不能结果子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果子不是自己结出来的，不是你努力，我忍耐就把忍耐给练出来的，不是的。你必须在基督里。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就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啊！感谢主，这句话也最好把它当成座右铭，刻在一个挂床上，一个挂在这个墙上，对不对？啊，时刻记住耶稣说：“你离了我，你什么也做不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那就是最后的审判。所以不结果子，表明他没有连于基督，没有连于基督，最后的结果就是永远的灭亡，永恒地狱的审判，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信主啊，要付上的代价，我刚刚讲了，跟随主要付上代价。你要被修理，你不舒服不痛快啊！原来在最终生活多舒服啊！没有人管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发脾气想发脾气啊！吃吃喝喝，那个财主怎么说？吃喝快乐，对不对？可是当你信主了之后，你要付上这些代价。你看神说我要修理你，我修剪干净
你要让你更好的结果子。虽然修剪的时候很痛，但是呢，修剪好了可以让你多结果子。你如果跟随耶稣，你的确会经历这种破碎，经历这种被修剪的痛，经历这种你认罪悔改，在神面前要面对这个光，你把黑暗带到他面前的这样的一种挑战，这样一种难处。这是我们要跟随主，甚至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甚至为主的缘故，我们这个甚至被亲人、被家人交官，对不对？这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说了，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能受到逼迫，这些是我们跟随主付上的代价。可是你没有想过，你不跟随主，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你不跟随主，你不来到神的面前，相信神，你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最终你就要面对你的罪，那所带来的永恒的审判，永远的审判，那就是地狱的审判。那个代价你能负担得起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跟随主付上的代价和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真的是不值一提。主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使我们可以脱离永远的刑罚，进入到永恒的生命当中，跟主永远的同在。你想一想这一点和我们现在为主付上的代价来说算得了什么？一切的代价跟永恒相比都是不足挂齿、不值一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这个耶稣也这个希伯来书也提到，耶稣是看到那将来的荣耀就轻看十字架的苦楚。保罗也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要成就那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对不对？他为什么轻看现在的痛苦，轻看现在为主付上的代价？即便在不信的人眼中来看，他们的确跟随主，他们付代价，他们好像很傻，可是他们看到了那永恒的价值，永恒的荣耀，他们看到了这一生就如此的短暂，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永恒。所以这个才是我们可以说跟随主你是赚大了，是不是？你是赚大了，你根本没有任何的损失，反倒你在神那里呢，你得到了那永远的福分。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会怎样大家可能也听到这个消息我上个星期心里面也特别难过海德园这个华人教会就是在那个支大旁边的那个华人教会他们的任牧师突然去世，才55岁我跟任牧师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朋友很聊得来，而且我们的信仰背景各个方面都能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伙伴。突然心脏骤停就去世了师母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他们的大孩子刚刚上大学，还有2个孩子还在上中学而且都是 homeschool， 每天都任牧师要这个他跟我说他是校长他要监督孩子们的学习突然的离世。他上个星期他还在教会讲道，周3晚上心脏骤停就去世了。周4我听到这个消息，下周6呢我也会去参加他的葬礼。所以他的离世呢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我跟师母也打电话也跟他聊，我就说我也没有办法安慰他，我只能说与爱哭的人同哭。但是任牧师的离世其实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一直在说我们要把今天当成最后一天活着。我也把每一次的讲道当成最后一次讲道，我们把每一次的服事当成最后一次服事，因为你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去见主。如果我们来这服事，如果我们每一天就糊弄过去了，随意的过去了，我们还觉得就像这个耶稣不是说嘛，他来的时候就像诺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可是当那天主来的时候突然来到，我相信你的那个感觉就好像你的亲人突然离世一样，你接受不了，你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常常的警醒自己，预备自己，每一天都要警醒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还会不会活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若许可，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做这事或做那事，神若许可，我们才可以活着。
有时候我在想啊，如果我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了，我今天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啊，如果你这样想，你会发现，哎呀，原来很多忧愁我也不用忧愁了，忧愁也没用了。我想做那各种各样的 plan， 各种各样的计划，可能旅游也算了，啥也没有了，对不对？那我现在仅剩的24小时，我就想，我肯定要把这个时间用在最重要的，对我来说，对我的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你肯定会这样想，因为你没有机会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常常的警醒呢？我们为什么就假设说我们就一定可以活过明天呢？我们不知道。我还跟任牧师，我约他来我们教会讲道呢，没有想到，谁也没有想到，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能活着一天，我们就向神感恩，我们就活在神面前一天，我们就好好的认罪悔改，常常的在主里面多结果子。这个时候你才发现，不管是你特别想要的东西，或者是你特别放不下的东西，或者是人际的关系怎么样嘛，你那个时候其实你都可以放下了。因为在死亡面前，在永恒面前，这些代价我们付上的，说实话，跟神为我们所成就的在永恒当中的这个荣耀，真的都是不值一提。求神怜悯我们。最后我就总结了，大家记住，第一个，悔改是真基督徒的标记。我们讲到这个果子就悔改。第二个，你要结果子，结了果子才是真悔改的标记。怎么结果子呢？你要常常的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你常常在基督里，你是属于基督的人，你才能结出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的果子。不是做事情，这个结果子不是你做什么做什么服饰，然后你赚多少钱，不是这些，不是这些指标那个结果子的指标是你的生命像不像基督一样？你是不是像基督一样谦卑？是不是像基督一样去有个爱灵魂服侍的心，甚至可以给门徒洗脚我们知道耶稣他有他的计划，他知道他第二天要上十字架。我们就看耶稣，他在这3年，因为他知道他是谁，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他知道，所以他知道他带这个使命来。你想一想，他是不是要把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他知道他要离世的时间到了。你要不要好好去看耶稣离世之前所说的话？那些才是真的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等我们到路加福音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来看感谢主。现在我们已经讲了一半了，后面我们看耶稣的这个跟法利赛人这个矛盾张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到最后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你就能够看到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其实最后还是回到这里，让我们悔改。这也是福音书，不管是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一开始开篇的主题就是施洗约翰说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向你承认我们的有限。我们能活多久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生命的时长不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就像你说，让我们不要忧虑，因为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忧虑使我们的岁数多加1刻。主要我们就是这样有限的人，可是我们还如此的骄傲，如此的自负，如此的自大，如此的盲目。我们看不见我们身上的罪，可是我们看到别人身上都是有很多问题。主要真的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当你要呼召我们悔改的时候，是让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悔改，因为我们犯罪不是得罪了人而已，我们是得罪了你。就求你帮助我们，常常的来到你面前与你和好，也让我们知道耶稣你为我们这个使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跟你和好，来悔改，你为我们付上了怎样的代价，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代价值得我们跟随你，即便我们跟随你也要付上代价。可是我们所付的这些代价，跟主你为我们所付上的，跟我们以后在永恒当中所承受的荣耀、承受的这些福分来比，真的不算什么。主要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的来跟随你，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世界的一些迫害、世界的一些这个困难，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我们常在主你的里面，我们是有保障的，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面对我们内心的罪，把我们的这些黑暗带到主你的面前愿你与我们同在，也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主你的里面常常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使我们不要只是还停留在初信的一个阶段。正如希伯来书作者说的，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就求你帮助我们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让我们不要只停留在刚刚信主的那个时刻，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多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我们会被砍下，丢在火里。就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提醒我们。我相信这是一个警告并不是主你希望我们被丢在火里，而是用这样的一个警告来时刻的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每天来结出圣灵的果子帮助我们。这果子不是靠我们结出来的，而是靠我们在你基督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感谢主，谢谢主你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也谢谢主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让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心里有这样的预备随时迎接耶稣你的再来，也随时准备好我们什么时候来见你。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